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邓为走红背后的故事，真爱与陪伴原来是这样的。邓为凭借非男主剧《长相思》意外火遍全网，可以说他创造了2023年内娱的古偶圈的传奇。对于《长相思》其他两位传奇人物谭健次和张晚意，他们有着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。邓为一个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95后青年演员，他虽然一直很热爱自己演员这个职业，对演戏也有一丝执着，但也仅限于这些年在影视界崭露头角。直到《长相思》涂山璟和叶17出现在观众的心里，他才迎来了演艺事业蓬勃发展的机会，真正意义上的拥有了流量和人气。之前的剧诚实的说，也就是混了个脸熟，并没有达到火爆或成为他代表人物的程度。邓为这颗新星崛起的同时，迎来了不少风暴，试图把他扼杀在成长的摇篮里。比如在《长相思》播出后的某一次很普通的采访中，邓为的粉丝认为涂山璟听家人的话是有苦衷的。小妖与涂山璟是相爱才在一起，而不是因为他适合过日子。作为官配 CP 的女主杨紫采访一出呢，邓为粉丝就开始发文解读小妖与涂山璟的感情，还说杨紫根本就没有读懂《长相思》，上升到对演员的辱骂。这些言论和行为其实对两个演员都挺大的伤害。本来作为 CP 搭档，可以携手营造更好的粉红泡泡，让观众对涂山璟和小妖这对情侣有更多的遐想，更多的理解。这里不是要上升到真人层面，仅仅是针对故事中的小妖和涂山璟这对情侣，导致在第二季预热或一些活动场合，邓为与杨紫为了减少无妄之灾，彼此互动减少，刻意避嫌。在此之希望《长相思》第二季快点抬上来开播，让涂山璟和小妖这对苦命鸳鸯能早日圆满，为邓为的人气再添一把火，让他的演艺之路走得更稳更顺一些，多一些好剧资源。毕竟邓为天生一副好皮囊，古装扮相是一绝，帅气而有灵气，需要更多的好角色来打磨，他方能成功晋升为顶流实力男演员。邓为除了长相优秀外，自身的努力和刻苦也是有的。就说对他的职业生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020年，在那一年，他参演奇幻古装剧《玉龙》，正式踏入演艺圈，首次出演古装角色，邓为倍感珍惜。为此，他提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，不仅深入研读剧本，了解角色性格和内心世界，还精心设计了动作细节，力求在镜头前呈现出角色的独特魅力。他努力塑造的雪阡陌既深情又坚毅，不仅获得了部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，还充分地展示了他演绎古装角色的潜力，为自己迎来了古装仙侠剧《仲子》和《长月烬明》参演机会。在仲子的故事中，邓为饰演的秦珂，这个角色是女主的爱慕者，没有因爱生恨的黑化，没有角色个性的鲜明对比，只有默默的守护与付出。像这样深情而没有主角光环的角色，说实话不太好脱颖而出。但是秦珂出众的颜值，还是让部分观众记住了这个帅气的小伙。相比之下，在《长月烬明》中一人分饰三角，萧凛、宫野纪吾、桑柚，这对邓为来说是一个复杂的多角色的挑战。他不仅要面对角色内心的挣扎与矛盾，还要与众多演员展开激烈的角色对手戏。也许是有了一人分饰三角的经历和不断学习表演技能，所以在《长相思》中，
邓卫一人分饰两角涂山璟荷叶17时，没有丝毫的生涩感，一举拿下了观众的心，人气流量猛涨。《长相思》第1季还未播完就迅速火遍全网。接踵而来的是第1部古装男主剧《仙台有术》，以及各种时尚资源。当然，娱乐圈铁定的规律，谁突然名气大增，谁就必惹非多。比如有导演爆料邓卫耍大牌，不配合试戏，还有前员工网上公开向邓卫讨要薪资，也有八卦媒体声讨邓卫抽烟和路边扔烟头，更有代拍吐槽并放出邓卫用手挖鼻孔的不雅视频。看到这些不良话题，着实有些好笑，感觉网络世界原来也是这般，东家公鸡下蛋，西家扫帚成精了，等皆如此类的饭后谈资。其实这些风波都不及网友对涂山璟和叶17这2个角色的忧虑和质疑，毕竟叶17和涂山璟这2个角色目前都是邓卫的经典代表角色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决定着他的演艺事业发展速度和高度。庆幸的是，这些所有的纷扰没有影响到邓卫被《仙台有术》剧组重视程度。在剧的拍摄过程中，剧组不断放出邓卫的花絮，做一系列的预热宣传，代拍也努力奋进的，常常放出邓卫的上班图、下班图、拍戏间隙休息视频，或某场戏的拍摄视频等等。感觉仙台有术制作团队对邓卫的期望值仍很高，并没有收到任何干扰。对于邓卫的时尚资源和商务也是相当有趣。在《长相思》刚火爆的时，邓卫一度被嘲笑为零代言、零商务、零时尚杂志的代名词。然而，当他金秋9月推出了他的首本杂志《费加罗9月刊》，在正式发售仅1小时内，销量就突破了17万册。仅12小时后，销量更是超过了23万本，销售额更是突破了1000万元大关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自2020年以来，唯一一个能够使杂志销量进入前10的男艺人，仅次于王一博和肖战。尽管邓卫在微博上仅有400万粉丝，但他的杂志却以堪比顶级明星的销量表现出色，给当初嘲笑他的人狠狠一个大耳刮，这一耳光比打嘴仗好数倍。2023年底，邓卫又亮相大牌迪奥活动现场，以简约西服套装诠释了时尚绅士的风范。他的造型简约而不简单，展现出独特的魅力与气质，以致后面在长相思活动中，一身休闲随性的牛仔套装都穿出了不一样的气质，让很多粉丝对他的穿搭有了绝对的信心。他的代名词又新增了时尚宠儿和行走的衣架。